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英雄杂谈，我是甜甜。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个特别震撼的自然奇观。在南极这个冰雪世界里，有一道瀑布流淌着鲜红的雪水。这道雪瀑布已经流淌了100多年了。科学家们研究之后发现这里藏着一个200万年前的古老秘密，甚至可能改写我们对生命起源的认知。想想看，在那么纯净的白色冰川上，突然出现一道血红色的瀑布，就像是有人在雪白的画布上泼了一桶红油漆，特别的诡异，特别的神秘。这个现象呢，困扰了科学家整整1个世纪，直到最近几年才找到真正的答案。事情要从1911年说起，探险家格里菲斯泰勒在南极考察时意外地发现了这个神秘现象。当时呢，他正在探索南极洲的麦克默多干末，突然间看到一道血红色的瀑布从冰川上流出。泰勒当时就懵了，南极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有红色的水呢？他赶紧拍照记录，回去报告给了科学界。但是当时的人们根本解释不了这个现象。这道血瀑布呢，位于泰勒冰川的末端，高度大概有5层楼那么高，从纯白色的冰川中流出鲜红的水，颜色就像是新鲜的血液一样鲜艳，而这种红色特别的纯正，特别的浓郁。最奇怪的是这道瀑布不是一直在流的，有时候流，有时候停，完全没有规律可循，就像是冰川在间歇性的流血一样。瀑布所在的麦克默多干末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，这里连降水量几乎为0，常年刮着时速200公里的强风，温度能够低到-50度，整个地方简直就像是外星球一样荒凉。在这样一个死寂的地方，突然间出现血红色的瀑布，你说震撼不震撼？血瀑布被发现之后科学家们开始猜测，最初大家都觉得是红藻导致的，因为在极地环境当中的确会有红色的藻类存在，这些藻类含有萝卜素，能够呈现出红色。但是科学家们仔细检查之后发现呢，血瀑布和水里根本没有藻类，甚至连一个细胞都找不到，这就奇了怪了。那红色从哪里来呢？有人猜测是铁锈，有人猜测呢是某种矿物质，还有人猜测是地下的化学反应，但是都没有确凿的证据。这个谜团一直困扰了科学家们100年，直到2017年，阿拉斯加大学的研究团队终于用最新的技术找到了答案。原来血瀑布下面藏着一个古老的地下湖泊，这个湖泊在200万年前就被冰川封存了，湖水中含有极高浓度的铁离子。当这些富含铁离子的湖水涌出地面，接触到空气中的氧气时，瞬间发生了氧化反应，形成了氧化铁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铁锈。铁锈是什么颜色的？红色的，所以血瀑布的红色其实就是铁锈的颜色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为什么湖水中会有这么高浓度的铁离子呢？而为什么瀑布又是间歇性的流淌的呢？要理解血瀑布的秘密，我们得把时间拨回到200万年前。那个时候的南极还不是现在的样子，虽然说已经很冷了，但是还没有被厚厚的冰层完全覆盖。在现在血瀑布的位置，当时呢有一片湖泊，湖水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微生物，随着气候变得越来越冷，这片湖泊逐渐被冰川覆盖，冰层越来越厚，最终完全封闭了湖泊，湖水就这样被静静地困在地下，与外界隔绝了200万年。而在这200万年期间呢，湖水一直保持着液态。为什么不结冰？因为这湖水的盐分特别高，是海水的4倍，而且压力很大，所以即使在温度-5度，湖水依然是液体状态。在这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，湖水中的微生物开始了独特的进化历程，它们没有阳光，没有新鲜氧气，只能够依靠湖水中的化学物质生存。而这些生物学会了一种特殊的代谢方式，它们以铁和硫为食物，通过化学反应获得能量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它们不断消耗湖水中的铁元素，让湖水变得富含铁离子。就这样，经过200万年的积累，湖水中的铁离子浓度变得极高，当地下水压发生变化时，这些富含铁离子的湖水就会涌出地面，形成我们看到的血瀑布。血瀑布最让人震撼的发现呢，不是它的红色，而是它里面的生命。科学家们从血瀑布的水中发现了活着的微生物，而这些微生物呢，已经在地下独立生存了200万年了。
它们完全与世隔绝，自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态系统。这些微生物有多特殊呢？它们不需要阳光，不需要氧气，完全依靠化能生存。这种生成方式叫做化能合成，跟我们熟知的光合作用完全不同。而更神奇的是，这些微生物还保持着活性。科学家们把它们带回实验室之后，发现它们还能正常繁殖、正常代谢，就像是时间在它们身上停止了一样。这个发现对于科学界来说意义重大，因为它证明了生命可以在我们以前认为不可能的环境下生存。完全黑暗、极度寒冷、高盐分、缺氧这样的环境下，依然有生命存在。雪瀑布的发现对火星探索也特别重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火星上也有类似的地下水系统，火星中的土壤中也富含铁元素。如果火星地下真的存在液态水，那么很有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生命形式。NASA 的科学家们现在特别关注火星的地下环境，他们认为如果火星上真的有生命，很有可能就隐藏在地下的水体当中，就像南极的雪瀑布一样。火星探测器已经在火星表面发现了许多的古老河流和湖泊的痕迹，这就说明火星上曾经有过液态水。那么现在这些水去哪儿了呢？很有可能就在地下。雪瀑布给了科学家一个重要的启示：生命不一定需要阳光和氧气，在极端的环境下，生命依然可能存在。雪瀑布的流淌是有规律的，当地下水压增加时，湖水就会涌出，而当压力减小时，流量就会减少甚至停止。这种压力变化有可能跟以下因素有关：冰川的移动、地下温度的变化，甚至地球的潮汐引力都有可能影响。雪瀑布的微生物群落非常的复杂，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细菌，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交互关系。有的负责分解有生物，有的负责处理铁元素，而有的呢则负责维持环境平衡。这样的微生物群落就像是一个微型的生态系统，虽然与世隔绝，但是运转良好。雪瀑布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奇观，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可能性。也许在宇宙的某个角落，也有类似的生命在默默地存在着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有意思的话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一下。这里是英雄杂谈，我是甜甜，咱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